谁能先让他痴迷到无法自拔，我就答应谁的告白。哼，就这种男人，3天就行了。好兄弟为的就是当我连线，宣布游戏结束，将我的自尊心狠狠踩在脚下。可好兄弟不知道的是，在没有系统强行干扰的这一世，我早就对每一个想攻略我的女人了如指掌。包扎好了，李先生，看看还满意吗？包的挺好，多谢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沈小姐。等一下，你的腿毕竟是我撞上的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。沈小姐，您是想要撩我吗？这位先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可不可以认为你是在调戏我？不愧是女主，脑子就是好使，2句话就化被动为主动，还达到了试探我的目的。沈小姐不要倒打一耙，只是我觉得您未免对我有些殷勤，所以我才会有此疑问。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，如果是我误会了您，那么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如果我说你没有误会呢，那你愿意吗？我伸出手缓缓摸了摸她的头发。李晨，沈小姐怎么生气了？不是您说我没有误会的吗？对一个刚认识10几分钟的女人动手动脚，没想到黎先生的教养竟是这样的。我没有动手动脚，我只动了手。我已经没有家了，好不容易找到房子住，走在路上还被车撞，本以为遇到了心软的神，那么温柔给我包扎，结果全是假的。我没想到连你也会刁难我。不管这个黎晨是不是心机之人，总归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反正我的目的是让他爱上我并表白，届时游戏就结束了，我也能好好和阿优单独相处。这中间只是过程，结果才最重要。他脸上挂起温柔假面，温柔道：对不起啊，阿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愧是沈玉，演技真不错。40分钟后，我从银白色豪华轿车里走下，我手里攥着手机，上面是沈玉跟我交换的联系方式。我瘸着腿往家的方向回，余光中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我嘴角微勾，若无其事经过他朝小区里走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崇化小区吗？我来找我朋友玩，不过好像迷路了，你能帮我找下崇化小区13号楼吗？13号楼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只有1到10号楼。是这样吗？那应该是我记错了，不是13，是3号楼。你可以带我去吗？跟我来吧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很快来到楼下。少女抬头望了望，谢谢哥哥，赶紧回家吧。我嗯了声，抬脚往楼梯走。哥哥也是这栋楼啊，好巧哦。我脚步不停往楼上走，挺巧的。很快走到3楼家门口。我到了，再见。随着门被关上，门外的人收起嘴角，他假装上楼，很快返回3楼，敲响我的门。还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哥哥，我朋友现在不在家，他说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但是我是个明星，不方便站在外面等，你可不可以让我暂时在你家里待一小会儿？明星叫什么名字？蒋初初。没听过。蒋初初震惊。哪里？这怎么可能？没认出我这个大明星就算了，毕竟想不到会是我本人。但我都报上名了，黎晨居然跟个乡巴佬一样没听说过，这还是华国人吗？好歹过去也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。果然跟云佑说的一样，智商不高，只会贪图玩乐的废物。为了云佑，我刚下通告就马不停蹄跑来堵人，只要赢下游戏，就能和云佑单独旅行。所以我要抢在他们3个前面，拿下黎晨。蒋初初眼睛转了转，看向我的眼神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，好似拿下我只需要动动手指。果然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这1个2个的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心下自嘲，进来吧。侧过身子把人迎进屋里。蒋初初走进屋子后，环顾四周，一眼看到头的摆设。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小房子，偷偷观察她的我自然没错过她的微表情。她是金泉世家蒋家这代最小的孩子，一出生就被娇惯着长大。她热爱音乐，大学没毕业就直接进入娱乐圈发展，家里的产业由姐姐经营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年的分红就是个天文数字。除去家里产业，她自己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，如今22岁就已经是粉丝上亿的顶流明星。我跟这帮千金大小姐一比，可不就是妥妥的炮灰。以前那点家事根本拿不出手，不过无所谓，这辈子我目标清楚得很，我要报仇，享乐人生，让云佑鸡飞蛋打，让他们痛不欲绝。谁让我是恶毒男配？随便坐。对蒋初初说完，直接走进厨房准备自己的晚餐，压根没有要招待客人的意思。黎晨怎么这么冷静？就算不认识我，但作为一个陌生女人待在家里，她居然没有任何不适，也不招待我，自顾自地进厨房去了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要速战速决。于是他抬脚追着进了厨房，少女倚在门框上，阳光的微笑柔和了她精致的眉眼，她好看的像是精致画风里2次元人物。但我上辈子见过她冷脸的模样。当游戏结束时，我向其他3个女主求证被接连重创后，带着最后一丝气力祈求般看向对我说过甜言蜜语的甜美少女，希望从那里听到那1/1000的真心存在，哪怕是为了云佑才参加的游戏，但也对我付出了一丝丝的真情。只见少女一改甜美乖巧的招牌笑颜，眼底都不是厌恶我，而是恶心我。
好似我是什么脏东西缠上了他，只能说这也是位做戏的高手。哥哥准备做什么好吃的？刚好我也没吃饭呢，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份？可惜是抛媚眼给瞎子，我的面容不变。好，上辈子的我在看到对方那张脸以及得知他身份后，那点为数不多的智商基本就荡然无存了。看似有4个极品女神是我的追求者，实际上从头到尾，我就是4个女人的提线木偶。蒋初初这种嘴甜心狠小滑头，我不需要打破她的假面。最好的策略就是直接引导对方走上自己的节奏。与其费劲巴拉去想着攻略他们，还不如让他们费尽心思来攻略自己。另一边，蒋初初还不知道自己早就被看穿了，她安静地站在门口，将视线放在我身上。你要吃香菜吗？我的声音响起，蒋初初惊觉自己看入了迷，清了下嗓子道：吃。蒋初初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：阿晨如果深情地说爱我，会是什么样的？端完蒋初初回神，就见我端着上面堆着香菜山的大碗朝他走去。过道狭小，他赶紧让路。突然觉得这游戏有点意思，说不上来的感受，但却让他心情放松。蒋初初望向厨台上那碗孤零零的面，吃不吃饭不重要，借着吃饭开展攻略才最重要的。他将自己那份端了出去，我低头吃得很香，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。蒋初初猛地意识到自己思想跑偏，果然人不可貌相，看着毫无杀伤力的人，居然会是阿佑的恶毒哥哥，什么岁月静海都是假象。他将饭又放了回去，空着手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。我抬眸望去，疑惑道：不吃吗？少女扯了扯嘴角，胃突然有点痛，吃不下，对不起啊，哥哥。这样啊，可惜了。我淡漠道，说完挑起一筷子面吃进嘴里。胃疼你不早说，不吃还让我下这么多的面，玩呢？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等下只能捞一捞，找找附近的流浪狗喂了。看着我吃的这么香，一旁干瞪眼的蒋初初突然有点后悔，早知道我端过来吃2筷子了，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只期盼阿琛赶紧吃完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基本都是蒋初初问，我抽空答。蒋初初只觉气氛融洽的不像第一次认识，倒像是相处许久的人，莫名让自己放松下来，而这种感觉全因为我给他的感觉太自然了，这跟他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，心里甚至隐隐有一丝不安。难不成阿晨知道我为什么而来，故意演给我看的？但这绝不可能啊！我和云佑的关系，除了那几个情敌，没人知道。阿晨一个落魄之人，上哪儿得知啊？肯定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。云佑作为离尘同父异母的亲弟弟，他们2人曾多次往来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离尘的性格。他给的资料应该没错，离尘不是不恶毒了，而是家道中落，一无所有，所以收敛起来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毕竟人在经历大的挫折后，性情可能会大变，而离尘毫无防备的样子，不正是智商不高的表现吗？蒋初初心里升起的那点额外兴趣荡然无存。我现在纯属在浪费精力，有这时间，不如躺在自家豪华沙发椅里，翘着2郎腿打会儿游戏。但为了阿佑，我忍了。我这边吃得饱饱的，完全无视旁边有个盯着我的女人，将那份面打包，拿上钥匙准备出门。看我动作，蒋初初站起身。你要出门了吗？我跟你一起。门被关上，楼道里的灯亮起，又迅速熄灭，透着月光。我垂眸望向黑暗中的少女，嗓音淡漠：蒋初初，你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？一见钟情？开什么玩笑？她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强力压下眼底的不屑。女人的神情带上了紧张，如同最纯情的小女生。糟糕，还是被哥哥发现了。从第一眼起，我就被你吸引住了。我想，哥哥一定是我命中注定的恋人。哥哥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昏暗中，我上前一步，对方眼里跳跃着即将拿下胜利的曙光。不喜欢。女人嘴角的笑僵掉，急忙追问：不喜欢我哪里？我知道我们才刚认识，哥哥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一见钟情，哥哥说不定是后知后觉。没关系，我出言打击：你皮肤太白了，看着不够健康，人也太瘦了。不是，这算什么理由？又白又瘦也算缺点吗？我虽然瘦，但是我也很健康啊。话音刚落，就见我突然弯腰看向他。你看，你瘦的让我觉得心疼了都。哪里还有什么想法？紧接着我伸出手点了点他的鼻尖，说完我转身朝楼梯下方走去。我喜欢能和我势均力敌的女人，而不是你这种娇娇弱弱的。我做完这一切自顾自下楼，全然不顾身后女人的懵逼状态。身为天之娇女的女主，哪有不自信的？
我才说了2句自认伤力不大的话，就打击了他的自尊心。只能说菜就多练，多被打击几次，就知道想攻略我得下功夫。在我这儿刷脸可没用，如果刷信用卡，那就另当别论。别说让我当男友，就是让我当儿子都行。我收回刚才说过没意思的话，这男人可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到想让自己当场掐死他。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居然在他那里成了缺点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果然是个情商不高的蠢男人。蒋初初越想越生气，尤其看到我毫不在意样子，他更气，于是追上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。真是个大小姐脾气，跟我斗还嫩着着。随后我甩开他的手，有事说事。蒋初初白皙的手上立刻出现了红痕，随后他抬起水润的眼眸。你这么讨厌我吗，阿晨？刚刚我只是想跟你说个话而已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？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在这儿卖惨？不过我还真是小看他了，有点意思。真是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吧？我给你揉一揉。在我即将触碰时，蒋初初却一把拍开我的手。才不用你在这假惺惺的关心我，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你高兴坏了吧？我果然最讨厌你了，你连阿优的一根指头都比不上。说完这话，蒋初初的心猛地一震。坏了，把真心话说出来了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他刚准备抬头解释些什么，却看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阿晨哥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只是把我拍疼了，我有点生气而已。讨厌我？你们一个两个有什么资格讨厌我？真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人。我不管他，只是自顾自地继续下楼。看见我走了，蒋初初有点慌了，也赶紧小跑跟上我下楼。哥哥在找流浪狗吗？我帮你一起找。不用。我冷漠地拒绝，随后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对他说：蒋初初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大明星，还是什么一见钟情，你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出于负责任的心态，我劝你不要在我这里浪费精力。我知道哥哥不喜欢我，但我喜欢哥哥就够了。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，哥哥有一天一定会喜欢上我的。云佑的魅力可是真大呀，一个个为了他全都拼了命对我好，瞬间难以忍受的厌恶感。我还真是要谢谢云佑了。随便你。哥哥，你还真是好狠的心，我要提前跟哥哥说声抱歉。蒋初初这是打算整什么幺蛾子？这世上有3种东西藏不住，贫穷、爱情、咳嗽。我对哥哥的感情来势汹汹，根本无法自抑，哪怕你会讨厌我，我也想出现在你的世界里。不管哥哥你对我的态度如何，接下来我都还会再来找你的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松了口气。不放弃，不放弃那可太好了，这就代表我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每个人。那我丑话说到前头，你做什么我管不了，我做什么也不关你的事。但如果你干扰了我正常生活，别怪我说难听的话。放心吧，哥哥，我不会打扰你正常生活的。不过我这里有份事儿少钱多的工作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的工作飞来飞去特别忙，而我的助理又生病请了长假，我还得在京师拍1个多月的戏。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也不想再招其他人。哥哥能不能来帮帮我？工资随你定。这大小姐脑瓜子转得挺快，利用我没钱的现状把我拉到身边，让其他3个无从下手，自己好近水楼台先得月赢下游戏。想法不错，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话，估计就答应了。但是可惜了，我明天已经有一份工作在等我了。只是1个月的话可以，但是我不能当你全天的生活助理。周1到周5晚上6点到10点，周6周日整个白天，早上6点到下午6点。这个时间段我可以给你做事，其余时间段如果你有紧急事情，算我加班。我说完看向蒋初初，等着他表态。这到底谁是老板？一个小小的助理还给自己设计工作时间，这臭男人可真行。反正我也不是真打算招个助理，不过是花钱来买攻略时间罢了。谁让他的工作排得太满，总不能像今天这样守株待兔吧。没问题，薪资你来开。蒋初初做好了，我会狮子大开口的准备。这么名正言顺挣钱的机会，黎晨肯定不会错过。好歹曾经也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虽然这点钱不算什么，
我从指缝里露出一些，就够他过回曾经的奢华生活了。只见我摇了摇头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我当然希望越多越好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开多开少都不好掌握。你作为甲方，薪资和加班费还是你报价吧。”蒋初初勾了勾唇，他发现我虽然很气人，但有个优点就是诚实。前面得罪他的话照说不误，关系到金钱的事，我却能坦坦荡荡的全部说出来。于是他思索了一下，阿晨哥哥这么信任我，我自然不会让哥哥失望。以我拍戏1个多月时间为工作期限，上班时间就按照你说的来，工资总计20万，其余时间遇到紧急事件，加班费按情况来定，一次最低1万块起。哥哥觉得怎么样？这样的报酬，这样少的工作时间，当真是活少钱多，还要啥独灵车啊？这钱得慢慢的挣，这人也得慢慢的攻略，一口气吃不成胖子。成交，明天就签合同。谈完条件，我很快找到了流浪狗给他们喂食，然后蹲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。蒋初初并没有离开，他就站在我身旁，继续扮演着萌妹的角色。根据我觉醒的记忆来看，蒋初初是因为男主云佑养了条狗，他才愿意接触的，甚至还会吃狗的醋。我想到这有些无语，我喂完狗准备离开。他吃那3个情敌的醋还比较正常，但连不是人类的醋也吃，这着实让我有些不知道说啥好，只能说这他占有欲极强。天哪，那是不是蒋初初？我循声望过去，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就往这里冲。我刚站起身，蒋初初就朝我喊一声：“快跑！”不对，别人追他，我为什么也跟着一起跑？这不纯有病，真是被疼傻了。耳边是呼啸的风声以及自己的呼吸声。很快，蒋初初指引着我拐进一条狭窄的巷子，还没站定，他立马用我的身体挡住他。巷子外传来声音：“我明明看到往这边跑了。”说话声近在咫尺，狭窄的幽巷只剩下我和他。果然是当明星的，身体素质就是好。跑了这么久，脸不红心不跳，现在连大喘气都没有，但对我来说就是要了老命了。平常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天塌了，天杀的！等我缓过神来，我就要找他算账。突然白皙的小手捂住我的嘴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喘这么大声，被外面人听到怎么办？关我什么事？听到就听到，反正他们找的是他，也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罢了。其实我很讨厌他们，甚至有些恶心。直到云佑的出现，才让我沉寂的心泛起涟漪。他和别的男人都不一样，只是阿佑身边的情敌太多，我根本找不到能和喜欢的人独处的机会。好在有了这个游戏的出现，我是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巷子外的说话声逐渐远去，蒋初初捂着我嘴巴的手也在不知不觉中松开。网上都说蒋初初是甜美女神，确实形容十分贴切。小腿上的疼痛让我不由得回神，不用猜我都知道伤口肯定崩开了。蒋初初，我牺牲这么大，收点利息不过分吧？还真是有点好奇，如果我突然抱上去，他会拿我怎么办才好？蒋初初察觉到我的动作，直接愣住了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沉浸在这个怀抱中好一会儿了。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瞧瞧，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谁让你在我面前搞这种一见钟情的纯爱人人设？现在傻眼了吧？我敢抱，自然也想好了狡辩的理由。我刚才眼前一片黑，身子有点不太舒服，才稍微抱了你一下。我的腿还带着伤，你又让我跟你狂奔，我都没找你算账，你还好意思找我？虽然让我跟他一起躲粉丝是不太对劲，但是这也是我没料到的事情啊。还有，这男人又没说受伤了，我哪里会知道？哥哥，你也是真能忍，你也没说你受伤啊，谁让你不早说？我不就注意到了吗？怎么不早说？早知道他腿疼，我就多关心关心他了，这样他还能对我的印象好一些。然后我略带浮夸的夸赞道：真的太让我感动了，大小姐，你居然这么关心我，只有你在认真关注我的腿。那当然啦，我可是最关心哥哥的人。糟了！随后反应过来不对劲，直接用手指着我说道：你故意的是不是，黎晨？你别太过分！我看见他的反应，挑了挑眉，没再说话。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讨人厌的男人？我真的再也不想再看他一眼了。哥哥别生气，我脾气有点急而已，看见哥哥受伤了有点心疼。我敷衍地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李晨到底是怎么做到
对我不喜欢也不讨厌，但还默许我靠近的。这么想着，蒋初初更生气了，就打算再回怼我几句，然后发现我看向他的眼眸里已经带着些许不耐。哎呀，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人在说假话的时候，喜欢强调来增加真实性。我现在连他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信的。见我不理他，一直往前走，蒋初初也烦了，赌气般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气得跺了跺脚。为什么莫名感觉离尘有一种孤寂感呢？就好像他已经游离于整个世界之外。哼，真是让人越来越有兴趣呢。蒋初初想到这儿，立马又抬脚追上了我，拉住了我的袖子，将我俩的脸各自一半打下阴影，让人看不真切。突然，蒋初初急切地拉住我的袖子，眼眶微微泛红，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慌张。我被他抱上来的动作整得有些发懵。大小姐又要干什么？我真的有点累了，今天不想再陪她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了，一点意思没有。我不走，你先松手。不对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居然会主动抱上他，可恶！但是为什么我却一点也不想撒手呢？大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想让我回家？想让我再陪你一会儿直说啊，万一我就答应了呢？我的调侃女人无法面对我，于是直接松手后就跑开了。我一脸懵地看着她跑远的身影，想到虽然不知道大小姐又怎么了，但是这样也好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好好休息了。唉，今天真的好累，应付她真是很辛苦啊。而此时跑走的蒋初初坐进自己跑车里，平复了下心情后，从包包中掏出手机。初初，你今天不是说去见黎晨吗？人见到了吗？他是不是对你动手动脚的？跟我之前说的一样吧。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初初。虽然游戏规则是我制定的，本来为了公平起见，我本不应该给你发消息的，但是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初初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黎晨他总是找我茬儿，但毕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。我实在不忍心，只能让你们用这样方式帮我，委屈你了，初初。等游戏结束，我会弥补你的。人见到了，跟阿优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黎晨他对我根本不感冒，甚至一直在抗拒我的靠近。还有说委屈确实也委屈，但其他的情绪也有太多了。我现在真的很乱。换作以往，蒋初初看到云佑这么多条信息会非常高兴的，恨不得跟对方聊个没完没了，但这次他只回复了短短几句话。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此时我这边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，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从被窝里伸手去拿手机，手机里躺着一条蒋初初昨晚半夜发的信息，约我晚上7点左右签合同。我扫了眼，回了个好的收到。您好，请问是黎晨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 HK 集团的 HR， 恭喜你通过我司第一轮资格审查，请您下午2点准时到 HK 集团人事部报到参加面试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我礼貌地回复道，随后电话挂断，门铃响起，我拿到刚点的外卖就吃了起来。下午即将面对的女人 HK 集团总裁陈淼淼。作为总裁的标配，她有个医生发小沈玉，两人虽然性格天差地别，但是两人却是最要好的闺蜜，只是遇到云佑后才摩擦不断。不过那是后期情节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目前他们4个对于男主来说恰场在一个相互制衡的微妙中，而我就是打破平衡的一个导火索。待我下线之后的结局当然就是 happy ending 了。我冷静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死鬼命真好，男主要搞我，那我就尽自己一切努力让他计划落空。至于那4个女人会不会如我所愿，也只能是尽人事看天命了。再说这攻略游戏还不一定是谁玩谁，我还要抓住这段他们攻略我的时期，提前给自己攒养老金。下午2点，我一身职业的西装走进 HK 集团大楼。下一位，黎晨。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，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，女人只单单坐那儿就气场全开。陈淼淼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按照我对她的了解来看，哪怕我今天面试一塌糊涂，也能入职成功，因为在她眼里，我不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云佑的奖励，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在公司近水楼台。我无力吐槽的行为。对面中间的女人用鎏金钢笔点了点我的简历，女人抬头。黎晨先生，你毕业于安伦比亚大学。是的，陈总，我毕业于这个学校。安伦比亚商学院录取标准严苛，请你说明专业匹配度与核心优势。我早预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了体现我的不学无术，我完全是凭借着网课拿到了毕业证书。这次我早有准备，并且我不会再犯跟上辈子一样的错误了。需要我调取学生系统后台给您看吗？那上面记录了我所有的成绩，如果您不信的话，
可以自己亲自查阅。女人手里的钢笔停止滑动，红唇轻勾，发出一声冷笑。这时，左侧的人事总监清了清嗓子，接过话题。黎先生的资格审查，我们当然是审查过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谈一谈岗位相关的问题。我泰然自若道：“好的，我今天想要应聘总裁办助理的工作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又一声冷笑响起。陈总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陈淼淼站起身，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眼，随后不屑地问道：“哦，想做助理，你未免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自信了吧？真以为助理是谁都能当的？”听着熟悉的话语，我突然回忆起上辈子陈淼淼就是名正言顺把我放在打杂的职位上，基本上脏活累活都我干，一点存在感没有，一点有用东西没学到。上一世陈淼淼曾用一些沟通方式让我稀里糊涂签合同入职，这一世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首先第一，我脑袋好使；第二，我名校毕业为什么不自信？陈总，您这样安排对我不太公平。退一万步说，连面试都是你们通知我才来的，你们不想要我，也不该这样否定我的能力。您今天的做法和我了解的 HK 集团用人理念不太一样。陈淼淼旁边的两位主管手心里渗出薄薄一层汗，眼睛偷偷看向陈淼淼。哥们儿，你这也太狂了吧！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面试刚开始就把大老板得罪了，到底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？没错，我就是不想被他拿捏，既想拿下游戏胜利，又不想攻略我，既要让我入职，还刻意刁难。陈淼淼，今天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此时的陈淼淼被我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黎先生，你还真是嘴皮子相当利索啊！但是工作不是靠说的，而是靠做的。作为总裁办助理，常需要处理突发状况，不是你坐在这里大言不惭讲两句就能胜任的，倒是办砸了事，可不单单是赔偿那么简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真的能做好吗？哥们儿，我求你了，你快走吧！没看见我们老板已经被激怒了吗？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。陈总说的确实在理，这个活确实不适合我干，告辞。随后直接推门就走。两位主管听见这话，这才气息松了口气。他俩转头看向老板，发现人不在会议室里。他们刚打算出门寻找的时候，就在门口看见了炸裂的一幕。只见陈淼淼小跑追上那个男人，冷着脸跟他说道：“你的态度和底气我看到了，符合总裁办助理要求，欢迎入职。”绝了，两人绝对有故事，这回有大瓜吃了。而我这边，在他说出录取后，我笑出了声，拍了一下陈淼淼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您可真是太有眼光了。放心吧，公司有了我这个人才以后，会发展得更好的。”随后我就跟人事主管办理就职手续。一下午的时间，有关我和陈淼淼的绯闻传遍了全公司。一个新来的帅哥和陈总呛叫，结果反而是陈总退了一步。这么顶级的八卦，人人津津乐道。反正有传我俩有仇的，也有说我俩是初恋情人的。最后综合起来的版本就变成了：我是陈淼淼的初恋，两人当初分手闹得很不愉快，如今再次相遇，吃瓜乐子人们就几经在脑海里编排出一场爱恨纠葛、恨海情天的年度大戏。等我熟悉完一圈公司，回到总裁秘书办后，周围人就止不住好奇，凑上来问：“你和 boss 是旧识吗？”我心里想到，上辈子认识的，面上笑了笑没说话，也算是旧识吧。其他人看我如此坦然的模样，相互使了个眼色，心里想：一定是旧识。那你和 boss 之前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有那么不好吗？上辈子我过得不好，陈淼淼她也算是出了份力，也算关系不好吧。我依旧没回答，继续笑了笑。其他人秒懂。懂了，这欲言又止的表情肯定是又爱又恨，所以一定有纠葛。公司什么时候成你们八卦的地方了？手里的工作都做完了。乔文轩慢慢走近，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我，眼神闪过一丝不屑，随后趾高气扬地跟我说：“黎秘书，陈总让你送咖啡。”我放下手里的工作问道：“陈总有要求吗？”陈总要喝手冲，水温88度，注水时间精确到秒。口味……快去吧，到时候陈总生气了拿你试问。我只能应声答应。刚准备出门，随后门口突然传出声响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女人开口。她站在门口笑了一声：“乔哥，又在这儿欺负新人呢。我这里有客户送的茶叶，要不要来点儿？”不了，程总监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转身就想走，随即又好像想起来什么，对我说道：“明晚部门有迎新会，你必须参加，不许请假。”说完扬长而去。黎晨，你别在意，乔特助在意陈总这件事，公司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不喜欢你也很正常。我看向这个女人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好像是市场部总监程琳，在剧情中是男主兄弟的女朋友。
上辈子我俩在公司也没接触过，也不了解他。但根据目前的剧情来看，很快云佑的好兄弟曲延州就会调来 HK 总公司任广告部总监。上辈子我没少被兴趣的打压，于是我对他说道：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，正好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手冲咖啡上辈子我做过无数次，于是我很快做好端着咖啡去往总裁办公室。我走过去将咖啡放在他的左手边后就准备出去，陈淼淼出声叫住我：慢着，先别走。顺道伸手拿起杯子抿了口，我关注着她细微表情，看见女人眼里闪过一丝满足的神色。我就知道我稳了，不会再被陈淼淼为难了。而此时准备找茬的陈淼淼被入口的咖啡惊艳到，这味道恰好是她所喜欢的口味。眼前的人真是阿佑资料上显示的人吗？怎么感觉不像啊？想来一定是他善于伪装，我还是得再多观察一下。陈淼淼突然怀疑起资料的真实性，然后开口道：请你在旁边稍等，我处理完工作再和你沟通。我等了半天，还以为他想出了什么为难我的法子，没想到是罚站。我二话没说，走到巨大落地窗前面，挑了个好位置，就开始欣赏外面的风景。看着我一言不发的背影，陈淼淼抿了抿唇，赌气般收回视线。这风景看10分钟就腻了，感觉有点累。我在无聊之余，好奇地向女人投去视线，以我的角度刚好能看到她的精致的侧脸。理智回归后，我开口询问道：我能坐下吗？有点累了。陈淼淼听见这话，手上动作一顿，说了句：随便，别打扰我办公就行。不远处有个隔间，那里面是陈淼淼的休息室，我肯定是不适合进去的。偌大的办公室，只有大沙发看着就十分舒适，我要么就坐在这儿。于是我走过去，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书，随后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满足地叹了一口气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陈淼淼发现自己越来越难集中注意力，余光里总有我身影存在。她好奇地望了过去，我恣意慵懒的如同处在自家客厅，看累了居然还闭上了眼。我喊他进来是让他睡觉的，岂有此理，真是太过分了，有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吗？陈淼淼放下钢笔，流进的咳声和台面发出清脆的撞击声，在空旷的办公室内格外响亮。好，真是好得很。李晨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的人。上辈子陈淼淼借着助理身份处处拿捏我，事事刁难压榨，这辈子我自然不会再顺着他的心思委屈自己。来我公司入职，就是整日在办公室偷懒歇息。陈总面试破格利用我，只交代等候沟通，没有分配工作，闲着也算遵照吩咐。况且方才手冲咖啡的口味刚好合您心意，这点小气算不上过分。陈淼淼噎了半晌，语气软了几分。罢了，往后跟着处理项目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真本事。半个月转瞬而过，蒋楚楚准时上门履约做兼职助理，整理文件时忍不住开口。最开始接下这份工作，我是受云佑怂恿，想借贴身相处拿下你，完成攻略就能和他结伴出游。但相处这么久，我才看清他从头到尾只把我当成算计你的棋子。能看清真相，为时不迟。阿琛，我总借着看病聚餐找借口接近你，原本也是云佑的安排。他利用我和淼淼的闺蜜情，牵着我们几个人入局玩弄人心。现在我彻底醒悟了。女生们都连连致歉，都说当初是被云佑蛊惑参与游戏的。云佑气急败坏地冲到公司，冷笑着冲我放话：既然你们都不帮我，那我就毁掉项目，让你不好过。我抬眸从容回道：随便你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项目发布会现场，云佑还没开口，就有人替我把资料交给了他。他做坏事的铁证摆在台前，云佑再也待不下去，夺门而出。事后他一身狼狈地带着几个女人找上门。李晨，是我心胸狭窄，设计这场荒唐的攻略游戏害了你，我已经接受处罚，名下产业全部整改。对不起，之前处处刻意试探算计你，我郑重跟你道歉。往后我专心拍戏，不靠歪门邪道博资源了。从前轻信云佑片面之词，处处针对你，我拿出公司股权，高薪聘请你长期留在集团任职。伪装温柔，步步试探是我的错，今后我专心行医，多去偏远地区做公益义诊，弥补过错。如今大家知错悔改，过往恩怨我尽数放下。敲定入职后，我接连拿下多笔优质合作，薪资稳步上涨。某次朋友小聚，已经做起小生意的云佑举杯，我踏踏实实从头打拼，再也不会耍小聪明害人。蒋楚楚笑着举杯，前段时间我凭演技拿到影视大奖，总算活出自己了。陈淼淼跟着附和，集团整改风气，公司发展越来越好。放下所有执念，靠自身实力安稳度日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